谁能想到克宫吹了半天，号称能克制海马斯的神器萨尔马火箭炮，首战连1天都没撑过，就被乌克兰无人机炸成了废铁。战场方向，俄罗斯憋了1年，终于在顿涅茨克的多布罗皮利亚方向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机械化突击，结果不到4个小时就被乌军打崩。持续的高强度消耗让普京不得不再次向朝鲜求助，要了3万人来填战壕。中东那边也不消停，阿联酋、巴林和科威特悄悄出动战机炸了伊朗，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停火协议彻底变成废纸，红海成了新战场。而美国一边和沙特签下核协议，一边给土耳其下最后通牒，不彻底搬走 S-400 顶尖的 F-35 战机，你一架也别想拿。那么土耳其会怎么选？俄罗斯的新型武器为什么这么拉垮？大家还记不记得俄罗斯有多久没有发动大规模机械化突击了？自从 FPV 无人机出现后，机械化进攻这个选项似乎已经从俄军的桌子上消失了。根据现在传出来的战报，俄军基本都是轻步兵骑摩托车渗透，有时候连摩托车也不骑，纯靠人力摸进乌军防线。火箭军还以为俄军之后都要靠渗透来打仗了，结果俄军猝不及防的来了一次猛攻。据乌克兰方面通报，俄军把压箱底的家当都翻出来了。一般旅级进攻算常规操作，师级进攻算大动静，这回是集团军级。第8和第41近卫合成集团军，外加第90坦克师，2个集团军加1个坦克师，带着几十辆装甲车、运输卡车和特种装备，从新叶科诺米奇内和沃兹德维任卡2个方向同时压上来，目标很明确，撕开乌军在沙霍韦村附近的防线，直扑多布罗皮利亚。多布罗皮利亚是红军村的门户，俄军想往西推，想把乌军的补给线掐断，就必须先拿下这里。为了这次突击，俄军把能用的手段全用上了，非洲菊和柳叶刀无人机封控天空，龙卷风 S 火箭炮在后面提供火力掩护，前面坦克装甲车开路，阵仗摆得挺大，看起来很像一回事。可惜乌克兰根本不和他们硬碰硬，亚速第一军团挑大梁，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、无人系统部队，再加上空军等单位打配合，俄军这边刚动，那边乌军就做好了防御措施。亚速部队在俄军推进路线上提前布好了地雷和爆炸性障碍物，装甲车队一冲，前面炸后面堵，队形当场散了一半。乌克兰战术航空兵则炸了俄军必经之路上的桥梁渡口，俄军工兵想架浮桥补救，刚补好又被乌军战机给炸没了。整场打击中，乌军火箭炮、攻击无人机轮番上阵，俄军的装甲车队被堵在开阔地上，跑又跑不掉，藏又没法藏，就这样成了活靶子。4个小时，整场行动也就4个小时，俄罗斯方面就损失了7辆坦克、6辆装甲战车、1辆 BM-21 冰雹火箭炮、1套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、3辆特种军车和47辆轻型车辆，123名俄军士兵死亡，29人受伤。但最扎心的还不是这一串数字，而是萨尔马的出现。一款对标海马斯的火箭炮系统竟然被一发无人机带走了。军事分析了亚速发布的视频，确认在这场战斗中，乌军首次摧毁了俄军新型萨尔马300毫米多管火箭炮系统。这套萨尔马发射车刚被部署到前线，准备为突击提供火力支援。还没打完一轮弹药，就被乌军一架固定翼攻击无人机精准命中，当场报废。萨尔马可是俄媒吹了3年的大项目。2023年，俄媒高调宣布，2025年才在莫托维利哈工厂首次公开展示，搭载卡马兹635014轴底盘，配了6根发射管，比龙卷风 S 少了一半，但让整车重量减了近10吨。2024年，俄国防部一口气定了2个营，也就是12辆发射车外加装填车。俄媒吹了3年，这就是俄版海马斯。他们的逻辑很简单，海马斯不是打了就跑吗？我也搞一个更轻更快、机动性更强的。想法挺好，可惜第一次上战场就被炸成了废铁。首秀即谢幕，这个词放在萨尔马身上再合适不过。那么可能有朋友就疑惑了，不是对标海马斯吗？怎么一打起来就不行了？这还得归功于俄罗斯的传统异能。老家伙翻新改造，那就是 PPT 里天下无敌的神器了。萨尔马就是这样的，本质上是翻新了俄罗斯19年前的一个废弃项目卡马。2007年，卡马原型车莫斯科航展上亮相，当年东南亚没人买，俄军自己也不要，这个项目就打了水漂。结果谁也没想到，2023年俄媒突然又把它拿出来炒冷饭，一个19年前的滞销品换了个壳子重新上市，俄媒就开始管它叫俄版海马斯了。这中间有多少水分，大家可想而知。这个系统想对标海马斯，不如先改一改弹药装填方式。海马斯用的是模块化弹药箱，打完直接换整个箱子，3分钟就能搞定。
反观萨尔马，火箭弹还得靠装填车，一发一发手动装填。大家想想那个画面，一套高科技火箭炮系统打完6发之后，几个大兵蹲在车旁吭哧吭哧搬炮弹，这不是搞笑吗？最重要的差距还是在于体系。海马斯在战场上为什么那么难打？因为他的战术逻辑是打了就跑，从进入阵地到打完6发弹撤离，全程要不了几分钟。反炮兵雷达刚捕捉到信号，海马斯已经跑出10几公里了。萨尔马的设计师也想到了这一点，把发射管从12根砍到6根，重量减了近10吨，就是为了跑得快一点。但有个致命问题，俄军没有美军那个级别的战场感知和指挥链。海马斯能打了就跑，是因为它和天上的卫星、侦察无人机实时联网，目标坐标到手，发射撤离，一气呵成。萨尔马呢？俄军的侦察打击链条断的断，慢的慢。你车跑得再快，目标信息传不过来，传过来也是错的，有什么用？这样一个装备却能被吹成和海马斯并肩的存在，甚至一度被视为海马斯射手。这再次说明了俄式装备的特点：未必能打，但一定能吹。一个俄版海马斯都能吹成这样，那其他领域的水分更别提了。很多朋友应该都关注到了，乌军最近在黑海和亚速海追着俄罗斯的油轮杀。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通报，整个7月，乌军打击了超过180艘俄罗斯船只，让俄罗斯在海上丢了大脸。俄军之前试过各种办法来防乌克兰的无人机，疏散舰船，装反无人机网，搞机动巡逻队，搞航空巡逻，全都没用。于是俄罗斯痛定思痛，决定照抄乌克兰作业，我们也搞无人艇。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在俄罗斯海军节当天宣布了2件事：第一，北方舰队已经正式组建了第1个无人系统团，这个团下面设了2个无人水面舰艇分队，1个无人水下系统分队，预计今年还要再建几个团，2027年就推广到太平洋舰队。第二，俄罗斯正在造一艘500吨级的无人水面舰艇，专门用来搜索潜艇，听听多硬气。但大家细品，一个被乌克兰无人艇打得满地找牙的海军，仓促之间组建自己的无人艇部队，这画面熟不熟悉？地面战场上，俄军被无人机打得抬不起头，然后开始疯狂造无人机；海上战场，俄军被无人艇打得抬不起头，然后开始疯狂造无人艇。现在的俄军就是这样，被什么武器打疼了，就去抄什么武器的作业，永远在补课，永远在追赶。问题是，俄罗斯抄作业能抄明白吗？乌克兰玩无人艇玩了多久？黑海实战检验过无数次的战术、指挥链路和协同体系，俄罗斯有吗？信号延迟、通讯中断、电子干扰，这些问题俄军解决了吗？俄军更大的麻烦还在于兵力。泽连斯基透露，这7个月底，俄军新增入伍22.1万人，同期伤亡将近22.55万人，其中13.1万死亡，9.3万受伤。填进去一个损失一个，这仗还怎么打？所以普京愁坏了，一边想法子要扩大动员，另一边则又找上了朝鲜。2024年，朝鲜已经往库尔斯克送了约1.4万人，明显不够。好兄弟，再来3万人吧。从6月份开始，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就已经在准备接收这批人了。与此同时，朝鲜还打算支援一批额外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。看来俄罗斯的家底也经不住他们向基辅狂射导弹，只能求助朝鲜。一个自称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国家，拿飞机项目学美国海马斯，海上被打残了要学乌克兰造无人艇，地面打不过要找朝鲜填坑，这剧本谁敢写？大家或许可以猜一猜，俄罗斯的下一个学习对象会是谁？乌俄战场之外，中东最近格外热闹。首先就是土耳其，埃尔多安面前摆着一个选项：美国的 F-35，俄罗斯的 S-400，要选哪一个？事情得从2017年说起。那一年，土耳其跟俄罗斯签了合同，25亿美元，买一个团的 S-400防空系统。2019年系统交付到位，美国当时就炸了。你一个北约成员国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，万一 S-400的雷达跟 F-35传感器凑到一起，俄方借机摸清 F-35的核心机密怎么办？于是美国果断翻脸，把土耳其踢出了 F-35项目。2020年，美国依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，对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实施制裁。国会还专门立了法，只要土耳其还拿着 S-400，一架 F-35都别想要。但土耳其的钱已经付了，为了买100架 F-35，他们已经掏了大约14亿美元，飞机没拿到，钱也退不回来，空军现代化就成了空想。直到7月，事情的转机就来了。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，特朗普透出口风，准备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，允许土耳其购买 F-35，这给了土耳其一些希望。但是美国国会那边不买账，国务院还专门给国会写了一封信，土耳其想买 F-35也行，按法律来，他们不能拥有 S-400系统或任何相关设备，还要提供不再采购的保证，满足所有法定的认证要求。只要一条没做到，就别想要 F-35。好不容易有了点希望，土耳其也不想放过，于是土耳其开始琢磨各种妥协方案。首先就是搞一个监督，
这是土耳其最想达成的方案。S-400我留着，但美国可以派人来盯着，做技术监督，保证俄罗斯拿不到 F-35的机密。美国直接拒了，理由很简单，法律要求的是不再拥有，不是有人看着你拥有，别想钻法律空子。其次就是转卖，把 S-400卖出去，土耳其手里没这个系统了，法律障碍不就轻了吗？据自由报此前报道，安卡拉已经和某个海湾国家达成了协议，卡塔尔或者阿联酋是头号候选，迪拜是最有可能的部署地点。但这里有个巨大的坑，俄罗斯不放心，俄制武器的出口转售必须获得莫斯科的同意，未经莫斯科批准，你转卖就是违约。克宫已经证实正在跟土耳其沟通这件事。火力军估计卡塔尔还有点可能，阿联酋恐怕不太行。阿联酋和美国的关系十分密切，把 S-400卖给阿联酋，就等于给了美国一个近距离研究 S-400的机会。俄罗斯怎么可能答应？最后一个方案是停用，华盛顿正在商量，要不干脆让土耳其停用 S-400 系统，以此换取恢复 F-35采购资格，这样既可以绕过国会的限制，又能让土耳其保留所有权，大家双赢。但是国会先提出了反对，停用、封存，这不还是钻空子吗？反正就一句话，想用 F-35，那必须达成美国的法律要求。现在的 S-400 对土耳其来说就是烫手山芋，特朗普开了口子，国会卡着脖子，卖掉，俄罗斯不放心，留着，美国不答应，停用，国会不买账。埃尔多安当年自信爆棚，觉得自己可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，现在想回头，却发现每一条路都被堵得死死的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曾经的决定。土耳其还在发愁，再往伊朗方向看，都快打成一锅粥了。火力军觉得中东应该马上就要进入大乱斗局面了。先说美伊这对老冤家，自从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，连续13个晚上，美国空袭就没停过，伊朗也没闲着。每天晚上美军炸完，伊朗就对驻有美军基地的邻国发动报复性打击，两边就这么对着干，打了将近2周。但7月24日，事情突然变了。当天，特朗普拿到了一份新的打击方案。据阿克西奥斯报道，他本来倾向于批准大规模升级，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给出了一个提议：停了吧。2星期的空袭已经把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打残了，该炸的目标基本都炸完了，继续打下去只剩下2种选择，要么升级到大规模作战，去打剩下的20%目标，要么就别打了，夹在中间继续小打小闹，除了浪费弹药之外毫无意义。特朗普一听感觉有道理，就同意了。美国一停，伊朗跟着就停，双方这才算喘了一口气。就在美伊互相瞪眼的时候，一件更炸裂的事情被捅了出来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巴林和科威特在7月初秘密派遣战斗机空袭了伊朗境内的目标，包括伊朗的无人机库、导弹库和其他军事设施。这是巴林和科威特第一次直接对伊朗本土动武。阿联酋也参与了行动，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防空支援。而且这还不是阿联酋第一次打伊朗。冲突一开始，阿联酋就悄悄参与了对伊空袭，实施了数十次打击，甚至在停火之后仍在继续动作。这个爆料一出，科威特官方立马否认，说科威特没干，巴林和阿联酋还没回应。但火力军觉得这几个国家应该都多少踹了伊朗一脚，毕竟伊朗不敢直接打美国，导弹和无人机全部朝这几个国家头上砸，你躲是躲不掉的，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还手。如果这件事属实，这就意味着海湾小国或许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反伊朗联盟。以前是美军在前面扛，他们在后面看，现在不一样了。越忍伊朗越来劲，那总得给自己出口气，或者想办法联合在一起，把伊朗的气焰压下去，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。这个转变伊朗应该看得懂，就看未来这几个国家到底怎么掐了。比起这些，中东最炸裂的消息是，美国给了沙特一场通往核门槛的入场券。据美联社报道，特朗普正式批准了与沙特长达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，也就是所谓的123协议。这项协议允许沙特在国内进行铀浓缩，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设铀浓缩设施，而且没有要求沙特签署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。回想2009年阿联酋跟美国签核协议的时候，白纸黑字承诺放弃铀浓缩和乏燃料后处理，这是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黄金标准。现在这个黄金标准被特朗普亲手扔进了垃圾桶，沙特拿到了阿联酋当年想都不敢想的待遇。铀浓缩这是通往核武器的关键门槛，美国用阻止伊朗拥核的名义打了大半年的仗，结果转身给沙特开了铀浓缩的绿灯，估计伊朗都要气炸了。不过依火力军的看法，这份协议要落实恐怕是悬了，因为特朗普没打算让沙特白拿好处。协议签署第2天，特朗普就加了个条件，要想美国批准核协议，那么沙特就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，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。但是沙特的立场一直以来没变过，只有明确巴勒斯坦建国的路径，而且确保这条路可信且不可逆，才会考虑跟以色列正常化。
这就卡在了一个死结上，等于说核协议问题还是要看以色列，但协议文本已经签了，有浓缩的绿灯已经亮了，沙特绝对不可能放过拥核的机会，就看未来和美国怎么谈判了。或许中东的核军备竞赛就要开始了。在核协议之外，沙特还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，红海。自从胡塞武装把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帽子扣到沙特头上后，双方为期4年的停火到底为止。胡塞武装动作频繁，先是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，又在红海袭击沙特油轮，甚至还袭击了沙特红海沿岸的石油设施。吉赞的阿美炼油厂、盐部的炼油设施全成了胡塞武装的目标。这下沙特忍不下去了，盐部是沙特红海沿岸最大的石油出口港，每天装载数百万桶原油。霍尔木兹被伊朗掐死后，沙特就是靠着盐部把油运出去的。胡塞武装这一波操作完全是要断了沙特最后的财路，于是沙特动手了，先是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和台达，然后挨个炸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及武器库。沙特现在面临一个死循环，胡塞越打，沙特越要反击，沙特越反击，胡塞掐得越紧。而这一切的背后站着伊朗，用胡塞这把刀在红海开辟了第2战场，中东这把火应该要越烧越旺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觉得中东战火还能停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